大家好啊，我是二哥，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鼓掌的观众，我祝你们幸福。这就是二人转的开始了。对，没鼓掌的我也保你们平安。我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讲了消防员战友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爱情。我老婆跟我一样啊，东北人，我俩很合适啊。我身高1.8米，她也1.8米。哦。当时我俩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啊。那天我去晚了，他们都坐好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你好，他们都叫我二哥，以后你可以叫我二哥。他说他叫盛雪，我说那我以后叫你小雪。噌一杆站起来，你以后叫我大盛。大盛是女子短跑运动员。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搏击和武术。我是一名消防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大盛放在眼里，直到有年冬天在我老家干了次雪仗，我彻底被征服了。他打雪仗老厉害了，他竟然不用雪。完了，我跑也跑不过他，然后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放倒。骑在我的身上，锁住我的喉，完了还问我你服不服？我回答不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大盛这个女人，我跟定她。因为我们消防员平时很少回家啊，家里大事小情都得交给另一半，所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想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大盛的动手能力很少让我失望，经常让我绝望。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我买了一个相框，想把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大盛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早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盛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或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盛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盛打电话，我说大盛啊，大白刮的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盛小我7岁啊，一般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我照顾他啊，这是应该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回报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次发生了意外，我右膝前交叉韧带断了啊，我做完手术推到病床，当时麻药劲儿没过。大盛对我很好，帮我洗脚，还帮我剪脚指甲。我俩当时有说有笑，我躺着看着医院那个天棚，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没有动静。我猛地起身一看，满地沾满血的棉花球，我看着流着血的大拇脚趾头，我仿佛又回到了手术现场。哎，我看着就疼。大盛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剪了。后来回家养病，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炸油炸糕，早晨4点半起来和面。我说大盛，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呐，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盛趴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掉油锅那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它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4个大包，还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没被烫过。
大圣拿着棉花球，二哥，对不起，对不起。那我看他那可怜样，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怪二哥自己没有穿工作服。后来他又建议给我理发，我想这个建议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工具买的很齐全，圆规卷尺他都买，但他捎带买了一瓶碘伏，这就很人性化。我喜欢大圣哪一点？做事情雷厉风行。我刚坐凳子上，头还没有摆正呢，歘一推子从后面就干过来了。我看着镜子，我说大圣啊，我感觉有点短。他说二哥，你就感觉短吗？你不感觉疼吗？说完拿着棉花球就过来了。二哥，我说大圣，你收了你的神通吗？从现在开始能不能不说对不起？他说好，二哥，我现在不说，那我推完一起说。后来我战友来我家看我啊，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说对呀。他说你这条腿怎么还有4个大包呢？哎，我你大拇脚趾头咋地了？我一低头，我说哎，我不想说。哎，我你头咋地了？他说你在家执行任务了。不行，给我回字儿吧，都得安全呐。后来送走我战友，我记得有一天我过生日啊，大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台轮椅，要推我下楼遛弯。那天晚上我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他就推我下去，一边推我自己还发感慨，说二哥，以后咱俩在一起的路上有什么磕磕绊绊，我都陪你走过。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找条好路？后来来到一个陡坡，他突然停住了，我以为他要换条路，后来他让我握住。这个时候拿棉花球那个景象在我脑海里就历历在目了。我出于本能反应，我歘从轮椅上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现在感觉好了，要不我推你吧。我就这么样推着他，我就这么样推着他。你知道路过一个阿姨，看见以后很兴奋很惊讶，对，这病就得这么练。指着我对象说，小姑娘，你爸是不是脑血栓？然后我跟大圣当时回去的路上，大圣突然跟我说二哥对不起，你看我给你整了一身伤。我说你说啥对不起？这是伤吗？这不是咱俩爱情的军功章吗？谢谢大家。这个周围很调皮。二哥锁票倒计时。二哥，你媳妇儿知道你要讲她的这些？知道。那回去得受重伤了。给她都看了。对。她的感想是？她说写的还是有点轻了。对，为什么第3轮会选这个内容？因为我一直就想讲消防员这些生活啊。其实我之前，我没结婚的时候，我那个老队长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消防员不容易啊，消防员老婆更不容易啊。所以说，然后我跟大圣在一起之间，他经常的，他岁数比我小，他经常的他想照顾我，然后总是也是无故的把我伤害，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啊。那是啊，对，因为他甜蜜的负担。对，我也不经常回家，所以我感觉什么事交给他，只要他开心就做，我给他兜底，就完事儿。哇，很甜蜜的一段脱口秀。多炙热呀！我拍这个灯是因为每回二哥演的时候，都让我想起来就是2人转那种感觉吧，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在没有看脱口秀之前，一个人说笑话在台上说就是2人转那个样，然后我第一次知道笑尿了是一个什么感觉。所以说那个二哥演的时候，总是让我能想起来，就是好笑的那种热情在哪儿。而且一上来就说那个就是那个2人转的开场，对吧？观众鼓掌和没鼓掌的，特别喜欢这种幽默感，所以说我就给了二哥拍这个灯啊，谢谢您啊。春春是想了很久拍的，有一点儿，因为我觉得前面两次二哥的那个笑点会更密集一点，这一次的我觉得他是走了一个还是相对温馨一点的故事，给我的感受，我觉得像是看了一个爱情的情景剧，对，觉得很美好。从作品的角度来讲，好像更多的表现了他那种做事儿比较愣，所以会出一系列那种后果，就有点顺拐吧，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没拍。对，但整个过程听的是非常愉快的。第一次二哥是在这个舞台
讲与消防员的具体的工作无关的内容，开始讲家庭的幸福，开始讲他和自己妻子的相处。脱口秀不光是要犀利，脱口秀也需要温暖，所以再次感谢二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要和二哥进行对战的这位朋友是一位新人，他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用非常非常放松的肢体语言来表演他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掌声欢迎小齐。嗨，各位好，我是小齐。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四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当哈哈曹说啊，在大王和太子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新说唱没见你这么有旁吃赖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那我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我当时就很疑惑，我问那个店员，我说为什么这么设计？你知道，他告诉我答案，我都没听懂。他说为了让你洗澡的时候仍然能看到你的财物。我住的是廉价酒店啊，觉得我这种穷人只要财物不要尊严。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看到了保护不了是最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洗澡的时候我保护不了任何东西，我只能保护我的隐私。他把我隐私拿走了，你就怎么保护？正洗着呢，一个小偷把我包拿走了。问题来了，追不追？我就这种穷人的经典困境，就是钱跟脸你只能要一个。我追的话，不能把它擦干了，然后穿好衣服，然后爽肤水。小偷出国了。我也不可能直接追，对吧？正常人肯定说围个浴巾，然后赶紧跑出去追了。朋友们，你们见到这个画面，你觉得应该抓他还是抓我？你不会觉得前面有个偷包贼的，你会觉得这个暴露狂快追上他了，然后等着对着他。但编剧说我这个段子说的不对，说如果我在洗澡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偷，说我可以直接跟他搏斗。我说是赤膊的膊吗？哎，我这么就搏斗了，我弱点也太多了吧。我打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防守，而且要打沐浴露的时候他进来完了，太滑了，我都不希望有人救我，怎么救我？正搏斗呢，说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怎么了？哦，我觉得小偷都会生气说，我只是劫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典困境，就很多情况下，而且就你放弃了脸，可能钱就来了。因为我们住那个酒店，第二天我就要去寺庙参观一下，我们同行大哥非要领我去，发现寺庙我俩也逛不明白。我第一次逛，我以为会很古朴，但没想到现在寺庙已经企业化、商业化了，显得我特别土。就原本上山有柏油马路，但不让进车，然后我特别难，因为我要扛着1.8米的高香。我同行大哥非要买，说什么哎，咱上香必须最高最粗的那个，佛祖办事就先办咱的。我当时想跑这跟佛祖人情世故来了，佛祖收香的时候还在那，哎呀，下不为例，给菩萨的，给菩萨的，我就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上山真的，
要50分钟，我没办法，我问那个管理员，我说不让进车，我们那个香怎么办？他跟我说那话，我感觉他研究过佛法，因为那个话能应对世间一切的挫折。他说：“你得扛着呀。”哇，这话悬呐！他不说，我以为我得骑着呢。香屁股一点蹭，我就上山了。我扛不住嘛。5·1期间，人山人海，我跟我朋友2个大傻子扛着1.8米的高箱。爬山，我俩都没法回头呢，回头就唰啪，10个人下山了。他就这么高，而且我正爬特别累的时候，我看一个车队上去了，你知道，我说不让进车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上面人家内部停车场，高僧的车上下班可以正常。我说不众生平等吗？而且这个规矩后来有的，我觉得最开始没有这个规矩，肯定是哪个高僧你要上班的时候堵车了，路怒了才有这个规矩。这我真想象不到高僧怎么路怒，我觉得肯定是那种什么，我阿弥陀佛的。会开车吗？个大施主。超度你，扛着上山50分钟，我到山顶上发现给我累坏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古色古香，朱红色的大门旁边6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我感觉我像个舔狗，你知道吗？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2/1000，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但我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且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2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儿的人，但是你备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我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去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式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是小齐。来，小齐的索票通道开启。各位，来，大老师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不拍灯？你在犹豫什么？咱就是说，这回他就没到这个拍的这个点儿。因为小齐第1回、第2回都是给我心目中感觉这次是能拿大王、黑马这样的存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听这回这故事，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没有让我能情不自禁的像前2次这样拍的这样一个意愿。哎，你在之前演的时候，这个过程是跟今天很不一样的，对不对？观众反应啊，或者因为正常这个放在我专场的中段啊，我前面讲完我2期段子，中专生有小城市，大家很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然后有这样的困境。然后突然一上来就讲这些东西，会有一点点别扭吧？是，就是别扭在这个点上，然后所以没有拍啊。您能理解是吧？啊，我太理解了，大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啊，谢谢您。小齐这个我线下看过，
那天是我偷偷去看的，没跟他打招呼。然后就我刚才一直在想，你这段演出跟我那天看的有没有区别？还是我自己的脑子里可能有点杂念，会有某些小细节处理的不太一样，可能是。谢谢罗老师。我觉得这是个比赛嘛，那比赛如果看现场效果的话，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如果这个没有达到的话，我看其他，但他今天除现场相对的温一点以外，其他他现场的节奏、表演，包括内容表达，我觉得全都非常非常好。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我就有一个遗憾，我觉得应该还有一番啊。你前面讲了一个穷人在洗澡时候的困境，这个荒谬，然后就是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某种的就是这种宗教场所这种荒谬，然后就没了。我以为还会有一个，所以我最后我觉得结束的有点仓促，以至于我拍灯都有点仓促。这是我觉得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小齐是一个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新人演员，因为他有独特的节奏，他有独特的表达，并且他在整个场上的氛围感是非常和其他的脱口秀演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齐。二哥回到现场，二哥和小齐他们分别得到的票数是。二哥195，小齐236，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